回看1947年那个2月末，那一天，台北街头的一颗小火星如何瞬间点燃了整座岛屿。而如今岛内普遍讲述的228历史，为何又只肯讲出真相的一半呢？所谓228事件，是1947年2月27日晚，公卖局在台北大稻埕取缔来自大陆的私烟。有一位跑得比较慢的烟贩林江迈被打伤，引起群众暴动。缉私员打出的流弹不慎打死淡江中学学生陈文熙，而陈文熙的哥哥陈慕容是大稻埕的大流氓。于是发动众人沿街敲锣打鼓，要求惩罚凶犯，还强迫商场罢工、学生罢学，引发街头骚乱。主政台湾的行政长官陈仪未能妥善处理，致骚乱蔓延全岛。3月8日，国军登陆台湾，实施武力镇压。而在岛内的主流历史叙事中，从早年的电影《悲情城市》到前几年的返校，都在放大国民政府派军队镇压台湾本省人的部分。但这就是全部的真相吗？出于政治需要，228的历史真相长期只讲了一半。当时不少政府机关受到冲击，许多普通民众也惨遭不幸。这些受害的普通民众既有本省人，也有外省人。但自台湾解严以来，本省人在事件中受到的伤害获得了官方与民间的高度聚焦，外省人所遭遇的不幸则长期淹没不提。事件中除军队、本省平民、学生和流氓介入之外，还有大量的台籍退伍日军在兴风作浪。受皇民化教育影响，二战期间约30万台湾人自愿加入日军，赴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参战，近10万人战死或病死。日本投降后，20万台籍日本兵返回台湾，其中一些人不愿回乡务农，失业，致使社会矛盾更加尖锐。当时，鉴于台湾财政拮据，驻防的70军及62军被调回大陆打内战，接防的21师实际派到台湾的只有1个团和1个营，仅500官兵。而日军遗留下的武器足可装备20个师，还有大量枪械散落民间。此时，台籍退伍日军成为抢夺武器、攻占军事要地的主力。在台北，台籍精英蒋渭川等成立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，并召集服役过日军的若英敢死队等组织，按日军体制编队，挥舞东洋刀，高唱日本国歌，甚至叫喊皇军马上就要回来了，一路冲杀。中统台北站曾急电南京，说此次参加台湾暴动者，多属前日军征用之海外回来浪人，全省约计12万人。此外，多年来关于228的死亡人数也被操弄得已经完全背离事实。最经典的是李登辉时期的228事件研究报告说，合理估计228死亡18856人。请问老李，这个数字哪来的合理？仔细一看，原来是用1947年死亡人数比1948年死亡人数多了2万人，并假设这2万人都是死于228事件去推估的。问题是，根据1995年台湾官方史料，1947年肺结核达高峰，当时死亡18533人，所以李登辉时期是把1947年肺结核死亡人数算成了228死亡人数。赔偿部分，228基金会赔款给本省死亡者，赔款给被流弹打死的日籍旁观者，但是外省人来申请就通通不赔。这就是绿营支持下228基金会的立场。回看岛内公开纪念228的起点是在宣布解严的1987年，当时为何突然跑出为数众多的228受难者呢？因为彼时对受难者的定义放得很宽，失踪、死亡、被判刑羁押，当然是受难者，但是这样的人数不够多，所以把被叫到警察局问话超过1小时的人也拿来凑数，都算是受难者。台湾解严之后，一部分人走上街头，通过扭曲和虚构228历史表达谋求独立的政治诉求，建构外来政权等于国民党政权，外省人等于中国人，中国人镇压台湾人的228史观，还打造出了后来逢选必用、一用就灵的省级矛盾、省主牌。